我们知道这几年这个 FIRE 这个名词呢，在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呢，是非常风行的一句话。所谓 FIRE 呢，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， 也就是提早退休的意思。所以如果说你刚出社会，你存了一点点钱，那你要怎么准备退休呢？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这个理财的专题呢，我会针对年轻世代10万块、50万、100万、500万，如果你有这些闲钱，你该怎么做投资，怎么配置呢？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，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存了几个月的钱，你有10万块的闲钱，你也买了一些保险，那接下来这10万块闲钱，你要怎么投资，怎么配置会比较好呢？第一集我们主要讲的是台湾政府公债投资跟银行存款。如果说你想投资台湾政府公债，你要怎么去找资料？你怎样去投资？那当然你也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面。这是第一集里面主要就是你有10万块，你要怎么做投资？那在第二集的节目当中呢，在10万块的第二集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讲到基金的成本。你投资基金划算吗？以及特别股跟高殖利率股，你可以在这2集的节目当中呢，你可以依据你的属性，你有兴趣的这个投资的标的，以及你的风险承受度呢，去了解说，我有10万块的闲钱，我怎么投资呢？我只能投资基金吗？我只能投资股票吗？当然不是，你有很多种选择，你也可以投资 REITs。所以我们在第一节跟第二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会很细部的跟各位介绍，我们要怎么去投资这些东西。如果你只有10万块的话，那这是我们一系列的专辑。那第二系列专辑呢，我们可能会提到说，你有50万，你有100万，你应该要怎么投资？你有什么标的可以让你投资？依据你不同的属性，依据商品不同的属性来做一个良好的资产配置。好，我们在买卖公债或是公司债之前呢，我们当然必须要先了解它的目前的利率的水准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呢去查询这个利率呢，是在我们的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打柜买中心。柜买中心呢，从这边进去，你就可以查到一些债券的一些资讯啊，比如说在这个债券这边呢，有一个交易的资讯，交易资讯这边有即时行情跟这个统计报表。那通常我们即时行情是说目前盘中的这个成交行情，那统计报表是历史的行情，所以因为我们是小额投资人呢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日统计报表这个地方。那首先我先下载，这边有3个东西，先把它下载。一个是这个殖利率曲线啊，殖利率曲线我先把它下载下来。第二个呢是等值成交系统，我把它下载下来。再是营业处所，我把它下载下来。那我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之前已经把这个已经下载下来了。那我们看一下殖利率曲线这个东西呢，殖利率曲线我把这个放大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哈。所谓殖利率曲线呢，就是说依据不同的年期，我们看依据不同的年期呢，这是它的年期，这是它的利率，由不同的年期呢，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对应的，就是比如2年呢，它是在这个地方啊，那5年是在这个地方，10年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30年期公债，30年期公债呢，它的成交利率呢是在 0.9984， 也就是说我今天买一个30年期的这个公债呢，你每一年的收益呢只有不到 1% 这么低的一个水准，所以这个公债呢，以台湾目前这个公债市场看起来利率是非常的低哈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等值成交系统。那什么是等值成交系统呢？等值成交表的意思是说，每个银行端、证券端或是票券端呢，就是法人呢，或是寿险公司，他们在他们的交易室里面呢，会有一台终端机，那这上面呢装了一个债券的成交系统，也就是所谓的等值成交系统。那为什么要等值呢？就是说，当 A 报价买进的利率跟 B 报的价格卖出是一样的话呢，他们就可以成交，所以这个叫等值成交系统。那当然这个不是电子撮合啊，这主要是由交易员呢他去市场做交易。所以比如说他今天30年期公债，他想买在 0.9985，
那刚好有一个卖方呢，他刚好挂0.9985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他就可以用滑鼠一点，他就可以成交了。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叫等值成交系统。那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这上面的一些数字所代表的意思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债呢，它每一期公债它都有个代号啊，比如说这一期啊是101央债甲9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先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101央债甲9的意思是说，它在民国101年，中央政府它所发行的甲类的公债第9期。那什么是甲类公债呢？公债有所谓的甲类跟乙类。那所谓的甲类跟乙类呢，我们看一下乙类是说自偿性。假设我今天该条高速公路，这中央政府估计说这条公路呢需要200亿台币，所以呢他就发行一个200亿的这个公债。那这个因为高速公路盖完之后呢，有过路费的收入，所以他渐渐的在5年10年之内呢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公债呢还完。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呢就可以偿还这个债券，这个叫乙类的政府公债。所以你看这个交易中的这个公债呢，几乎都是甲类啊，只有这一期是乙类。那这期这个乙公债呢，是在民国90年发行的啊，这一期民国90年发行的第一期啊，就是 A90201这个政府公债，所以这个2代表就是乙啊，这个比如说 A08101这个1代表呢就是甲啊，所以这个大概可以从这边呢可以看出来说它的一个债券的状况。那它的品质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它的信用程度都是一样，因为甲类跟乙类呢，它的信用程度都是一样，都是政府公债发行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目前成交利率在什么地方啊？比如说我们先抓这个成交量最大的这短天期的债券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短天期这个债券哈，这个A01109呢，这些公债它成交呢只有23亿，所以其实它的量都以银行之间的交易的话，这个量都不是很大。那它成交的平均利率是，看一下是在0.5568哈，5568。那我们看这个30年期公债，然后这个30年期公债，这个A08110这个政府公债啊，它的还有29，应该是新发行的啊，它的年期呢还有这个29.98年，它成交利率呢是在9984，所以这个就呼应出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殖利率曲线呢，然后30年期的成交在9984啊，那短天期的成交在0.5多，所以这条就形成它的一个殖利率曲线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处所，这个处所哈跟那个等值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处所就是说它不是由这个系统所成交的，它纯粹是由这个议价，就是A 跟 B 呢，他打电话去报价说，我有一期公债，那这个公债呢，我要多少钱卖给你，用多少利率卖给你，那你要不要买？那如果说对方呢，B 银行说可以，我可以用这个利率跟你买，所以这个就成交了，所以这个叫处所成交的这个行情表。所以你看这个处所行情，这个成交这个行情表呢，这个看起来这个都是比较久之前发行的这个公债啊，所以跟这个等值成交系统它的公债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等值成交这个公债呢，我们讲它都是叫做 on the run， 就是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个公债。那处所所成交呢，就是 off the run， 就是并不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一个公债成交。所以从柜买中心抓到这几个报表呢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说目前这个市场行情在什么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文明知道它的行情在什么地方。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散户，我们要怎么样去买这个公债呢？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呢，最简单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去银行或是证券公司开个户。那你也可以去，最方便也可以去中华邮政。如果说你有中华邮政的这个户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去，比如你打中华邮政公债，中华邮政公债专区，从这边呢，你也可以看到有关这个中华邮政的这个开户，然后呢申购的一些状况哈。那你可以从这边进去。那中华邮政呢，它目前有141个据点呢，可以去申购这个债券。但如果说你觉得
证券公司比较方便的话，你当然可以去证券或者银行，去他们的证券部门呢去开户，去买这个政府公债。那这个政府公债的下限就是最少金额呢是10万块。那从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去查到它的这所谓中央政府登录公债跟中央实体公债。那实体公债目前是比较少，就是很久以前的才会有这个中央实体公债。那目前都是中央登录公债。所谓中央登录公债呢，就是说像一个存折一样，你买了这个公债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登在这个存折上面。所以从这边中央登录公债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去找到这些的这个债券。我们从新的这些来看，那从这边来看呢，你这票面利率跟加权平均利率，其实这个都是当初发行的这个价格，跟你买卖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你要买多少利率呢？这必须要去看，到它的柜台去看目前的挂牌在什么地方啊。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去买公债的一个场所。我们第二个信用比较好，刚刚第一个阶段是公债、公司债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所谓的你要把钱存在银行。那银行相信呢，因为它有中央存保的这个机制啊，所以你存在银行事实上也不会被倒，所以它的信用呢，在我们的这个理财的这个商品当中呢，算是信用第二好的东西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说你要把钱存在银行的话，那我们首先先找一下台湾银行这个存款牌告。那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看一下目前台湾银行的这个存款。这个利率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看一下一年在 1.09， 那固定在 1.07。那500万以上呢，因为现在资金泛滥所以这个银行呢都不太想收这个大额的存款，所以你看500万以上呢，它的利率就只有 0.24、0.23，非常的低所以如果说你是一般10万块的这个投资户呢，你放在银行1年的利息呢，也只有 1.09， 这么低从电脑萤幕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台湾政府公债它的一个属性跟它的细部的一个状况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投资的状况。当然，在台湾柜台买卖中心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公司债的一个状况。那你只要去中华邮政银行或者是证券公司开户呢，你就可以买到这些债券类的商品。所以如果说你只有10万块的闲钱，你千万不要去买政府公债、公司债，或者是放在银行做定存。你看，你10万块，你买一个30年期的政府公债，你一年的利息呢只有不到1000块。那如果说你存在银行呢，你一年的利息呢也只有1700块。你买短天期的政府公债呢，那就更惨。你买5年以内的政府公债，你10万块一年的利息也只有500-600块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今天有10万块的闲钱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钱呢放在政府公债、公司债以及放在银行的定存，因为这个投资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投资。所以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我10万块我必须要投资哪些项目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收益，欢迎您收看下一集的节目，谢谢。